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民进党发言人吴峥，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敏凤，大家好；时事评论员黄忠老师，大家晚安。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游淑慧，大家晚安；桃园市议员备少将于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君，大家好。好，那民进党的立法委员李正秀，那已经正式就职，好不好？那当然过程当中到现在，那大家还在讲说，包括那个放弃国籍的证明书有没有提出来，所有相关一些，那李正秀也有相关一些的回应。那这中间过程当中，你觉得那是一个李正秀委员的一个立委？包括有没有双重国籍的问题吗？表面看起来就是一个立委，能不能够依照法令，他能不能做，能不能做1年？但它深层的一个意义是，包括两岸之间的关系，包括你到底怎么样看待两岸，包括各政党之间对于这件事情最深水区的一个看法。好，那如果真的这样，不过一开始先让观众朋友看一下，就是李正秀委员他在回应相关一些的时候提出了一些说法。来，那个说实话，他收件的时候，我现场他该补什么，我一定都会补啊。他没有收件的时候，我说实话，秀慧姐是比较懒的人哈，能不做尽量不做。我其实今天早上在车上有 Google 了一下，如果到时候政府官员拒绝立委的质询的时候，好像没有法则可言的，这个是不是要修法一下来推动一下？当初其实两岸之间从来都不需要护照，台湾人去大陆用的是台胞证。大陆人民来到台湾用的是入台通行证吧，应该是这样子，就是出入台湾通行证。那一般正常所有的陆配在没有取得定居资格之前往来台湾，都是经香港。好，看来李正秀委员非常习惯立法委员的身份了，因为媒体上不就有报道说，那可能行政官员会说，是不是包括所资会被拒绝啦，包括要不要修法？要不要修法推动一下 ？OK， 来任俊，我就是懒一点嘛而已嘛，不行吗？你们说我那个乱填的时候，我就是懒了一点，好不好？这个懒是这样啦，要看什么事情可以懒惰。你在家里可以不洗碗不拖地不洗衣服，我觉得这是个人的问题啊。但涉及到国家或者是法律层面的问题，能不能用懒这个字来形容我觉得自称秀秀姐的李正秀委员，可能必须要好好的思考一下。特别是讲说，是不是要修法的这件事情呢？我老实讲，这1年多我们看过太多的修法，很多修法都是针对特定的事件在修法嘛，你觉得这个助理费有可能会贪污就干脆把它修成变我的主持人那一天也说你这样变起来，那好像修起来怪怪的那第二个就是说，你觉得这不当党产那我就把它变成就应该是我的这样也把它给修掉那这种所谓的特定的修法，那会让大家觉得就是说，你原先在黄国昌办公室担任这个实习跟见习的过程当中到底学了哪些东西？我就以他这一次最大的争议在国基法的这件事情上面那很简单嘛，你也修法嘛，你不是要进内政委员会吗？对啊，你们也修法嘛。但为什么你不修法？我先讲李正秀就职的这件事情，它其实最大的影响是我们现在在国基法相关的这个就职规定，因为它是2段式，第一段叫做你在宣誓就职前，应该先提出一个你是已经有在进行放弃的这样一个证明书。第二段就是你在就职满1年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正式的文件，是你已经放弃国籍，而且这个国籍不是你自己提出来而已是比如说你今天跟美国跟哪一个国家，必须经由我方的驻外单位跟所在国的那个地方进行官方文件的认证，就确定有这件事情李正秀完全这一次的就职，其实打破了这一条，那这真的该修法，你就把第一段拿掉嘛。没有第一段又怎样？我也宣誓，这为什么我批评立法院？立法院是一个行政机关他在他宣誓就职之前，他是不是应该先确认他必备的文件是不是先完成？结果你说我不能我不能管他，他要就职就就职了我就问一下，行政机关按照黄国昌的说法是不能够有解释法律的权利，立法院也没有这个权利吧？有没有违法，有没有违宪，这些也应该经过宪法法庭嘛？那我就问一下，如果今天李正秀都坦诚他没有完成这个程序，因为他的讲法叫我就懒嘛，我们今天办任何一个东西，我可以讲一句我就懒嘛，主持人问我问题我就懒嘛，我有回答你就好，到这边下一题，我可以这样干吗？
你今天到任何一个公司去报道，可以跟你讲，哎，不好意思哦，这个苏位议员，你今天要交什么证件啊？不好意思，我就懒嘛，能给我就给啊，不能给的话，你们就渡轨的话，我就问一下哪一个能接受？因为它涉及叫做法律。今天在这个国际法没有修法之前，你该必备的第一段的程序，你应该要遵守吧？我觉得这个很难吗？结果今天变成的是一个秀姐说我就懒啊，为什么被质疑懒？因为很简单，他那一天自己秀出了一个文件说，没有啊，你们说我没有去登记，你知道我那一天还说对啊，你最少都跑了嘛。结果今天因为秀出来之后被发现到说他好多东西都没填啊，他问你现在你的所在那个居住的地址在哪里？台湾新竹。他说你要不要你放弃的时间什么？那也不写，什么都不写，然后就讲了一句，到今天公开变成叫做我就懒，我不太懂啊。你要做的委员那个职务叫立法委员，结果连最基本的法都不遵守，你今天要谈些什么东西？我其实不能理解了啊！所以他现在讲说，你们为什么不能跳过去？为什么不能翻页啊？他说应该要往前走啊，不是你的部分没有完成，你要往前走到哪里去啦？啊！所以我觉得李珍秀，因为我自己访问过他啦，我知道他非常想当立委啊，我自己负责任讲，我专访过他嘛。他真的很想当立委啦，所以我就讲他的程序大家都知道嘛。他本来的打算的这个算法就是说，那我就先就职嘛，就职满1年之后，你们要对我有意见啊，我就不能够这个放弃不了。我如果拿不到，对，那就1年嘛。对嘛，那就1年嘛。1年之后你们通知来了之后，我再打诉愿嘛。因为这个现在也有例子在发生中 ING 嘛。如果在打诉愿的过程当中，他要狠一点的话，他就申请这个假处分嘛。对不对啊？就先维持现在的状态嘛。法律上这也行啊。我老实讲啊，你们后面怎么样去操作，这是另外一件事。那你能不能在第一段的时候先遵守我们的法律？我觉得李珍秀那个之所以被炸锅，就有一句嘛，哎呀，内政部还居然送了一个简体版的给我，我不知道中华民国政府为什么要帮对岸跑公文。你真的知道你在讲什么吗？这位秀姐。你现在立法委员资格我都还先暂时保留啦，因为我老实讲，我真心觉得你没有完成这个程序啦，因为你真的就是没送嘛啊。就你今天出来讲说，我不知道对岸帮我们中华民国政府去帮对岸跑公文，你知道那个公文是要就那个文件你签完之后放在哪里吗？他放在内政部他不是要送去中国大陆没有送去中国当记者问你说你愿不愿意花10秒钟就在镜头前面就讲说你宣誓你放弃嘛，很难吗？你东拉西扯了一堆，结果拿出了一个文件，你自己说我去跑了之后呢，结果呢，被发现到我这个没写那个没写，他说我就懒。你看他刚刚那个说法，不是嘛？他如果有受理的话，他告诉我哪里我就会改嘛，他就不受理啊，不是。你现在把所有问题推给大家，就是所有的错都你没错，你的第一段的那个资格，我老实讲是非常好过的啦，有什么难过的？你就签会很难吗？你拿了机票，拿了高铁票，扯了一大堆，甚至还有一个，他今天为什么去解释那个大通卡？因为他那一天就讲说，我没有拿过什么，我不去批评他口误啦，因为老实讲，他就那个讲到最后，连陈志远都听不下去，你真的讲错，他还讲对，是中华民国这样啊，就是说他一直在强调，他自始只有拿过中华民国的护照，他说他有台胞证，所以我那一天他一讲的时候，当下我就立刻就质疑啦，你有没有拿过大通卡嘛？不然你怎么出国的嘛？他说我没有，你看他今天解释啊，他也承认啊。也就是今天，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不承认中华民国嘛，所以他的进出，我们的人台湾的人要到中国去，他就给说不行，你要办一个台胞证。那今天中国的人要来到台湾，他因为不承认中华民国，所以他也不让你用护照，他就拿了一个他刚口中我们就简称叫大通卡啦。他那个年代可能用纸本啊，可能不是真的那一张卡。那我就问嘛。在你没有得放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之下，你进出，你拿的是什么？你拿的是什么？你是拿大空卡出来的，你是不是拿大通卡回去？问题不在除籍不除籍，而是你的国籍的问题。我真的觉得，就是说，今天我不管他的专业是什么啦，可是我居然发现到说，他开口闭口就要修这个法，就要修什么？那我再问一下，民众党的立委。之前有一位吴春成，毕生想修的法就是壮世代，想办弄一个法案，针对他，结果后来原来后面他自己有一个商业的 business model 在里面。
然后有一个立委现在也还在。那一位呢，毕生直至想要推动他的这个什么代理孕母的法案，我都讲哦，我都尊重，因为老实说，这是他的自愿。可是你能不能拿来威胁跟绑架，这是另外一件事。现在再来一个，就是说，不行哦，我觉得好像这个东西也不能这样，我觉得也不公平，那我们再来修个法。我们攸关全国人民共同有影响的总预算，你们不修。这个所谓的这个全民防卫相关的防卫韧性的东西，你们也不去也不去审，一天到晚就想着哪一个东西我想动我就动它，我想动我就弄这个，我觉得看这个不顺眼，哪一个对我觉得不公平的，我觉得不利的，我就把它修成我想要的样子。我们一个国家的体制今天被搞成这样，甚至今天还有荒谬到说没有啊，这么李珍秀这个状况是怎样？那你们国防部发言人怎么样？也是一个同样的问题。你把欧北乱倒，你知不？李珍秀现在遇到的状况不是只有国基法，它还涉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什么时候建的？81年啊，民国81年才修这个法。当时修这个法并没有告诉你溯及既往啊。如果今天这种质疑都成立了，我就问一下，民国38年跟着国民党政府军队来台的那些在黄复兴党部的国民党，现在是要跟他讲，你们哪有什么资格做将军？你们哪有什么资格在部队服役？你们哪有什么资格跑到黄复兴来？你们根本就是中国人。你们哪有什么资格做将军？你们哪有什么资格在部队服役？你们哪有什么资格跑到黄复兴来？你们根本就是中国人。国民党会随着这种论述来起舞吗？居然跑出来去质疑说，没有啊，那个发言人他这个小时候就来到台湾，他也没有这个宣誓放弃国籍啊，连这种东西就开始乱枪打人，你不觉得吗？现在很多时候变成这样。为了要捍卫李珍秀，他可以当立法委员，他其实很简单的一句话，他只要去签那个文件就可以，他不要。硬扯出一大堆的东西，然后呢开始东拉西扯。我们原先在不分区的选任上面，是为了补足区域立委的不足，所以不足意说这些人在专业领域上面有他长期耕耘跟他长期关注的东西，希望让他们进到立法院来，对于这些所谓的族群或者对于这些议题的时候，能够提供他的专业意见。结果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这种特定的政党、特定的立委，永远在谈论的都是跟他个人利益有相关的东西。我还是那一句话，遵守我们的法令，把这张给签了，堂堂正正做个立法委员，有这么难吗？公民老师有，那签的那张是，就是很难啊，任俊哥，因为他就是有点懒嘛，他自己讲的嘛，这是他昨天公布的嘛，昨天讲的头头是道，说他还签了这个，然后还到中国去，然后什么对方不理他什么的，讲的。可是其实如果你细看的话，这个他昨天秀出来这一张申请表，其实漏洞百出。他真的是一个很懒的人。首先，我们看第一个上面这个李珍秀，这个看起来是他英文名字对不对？拍姐中间不丢，这是中间名，就是你知道外国人他们有些名字是他会有个中间的名字，所以通常我们这样写不是应该是娟丽，然后娟秀，这个应该是空格，可他给他写成李珍秀，这第一个就乱写。然后第二个，中国用的是汉语拼音，他们也只接受汉语拼音，这个是威妥玛拼音。所以他也不是用中国官方所认可的那个汉语拼音的形式，所以这个名字其实的软下，这第一个，然后还没完呢，我们往下看，这个地址，他要写现住址嘛，他写台湾新竹，地址呢，你总是要写你的住哪里的这个基本的居住地嘛，他写了台湾新竹，这叫地址嘛，我没有看过，然后再来这个公民的号码，就是他的有点像我们这边身份证的号码，他空白，然后这里。注销时间没有写，但是他打了一个勾，已注销，还自己打勾已注销，所以他昨天秀出来这一张表，完全凸显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我就是一个很懒的人嘛，所以我就是反正我就是写的，然后就是拿出来拍个照。他只是没有想到说大家去细看，像柯南，你就发现说你这张表，我那是中国的官方，我看到我也不收，你乱写，你从头到尾就乱写啊，我这是一个所以他其实摆明了就是。老梁就是不想放弃啦，笑你不敢怎么样？至少国际法保障我1年嘛，1年后就像刚刚任俊讲的嘛，反正就再来就打官司嘛，我就来拖一拖，然后反正我立委只能做2年嘛。他摆明的就是先赖1年，然后1年后再跟你打那个假处分的官司，然后赖。然后重点是他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好，我们就讲
这个昨天他的那个就职典礼的这个衣服，大家也在讨论，穿得不错，对不对？重点一项来 H， 这是啥？爱马仕，巴黎最高级的顶级爱马仕，这箱台币4万块。小哥，你不用看，你买不到，缺货，你买不到。你想买对不对？你买不到，买不到。然后这还不是重点，那你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对啊，他穿鞋买鞋，你们这些乡巴佬，来，李珍秀财产大公开，他多少钱我不想讲，我只讲下面这个，这是他的那个关于他的那些精品的这个，他财产登记，他没有，他很厉害，这里面有11笔，这些都是精品。来，第一个卡地亚的那个项链，它市价，它总共是200多万的，那这个他自己报价说这个是31万，小妹的钻石项链，小妹就是那个大家如果看巴黎奥运啊，那个帮巴黎奥运做那个奖牌的就是小妹，这是 LVMH 的集团的高级定制，以前都帮巴黎皇室定制的这个小妹的钻石项链，然后这个梵克雅宝的也是高级的，它这边写30几万，劳力士手表标配，小内有2.55，这是小内有最经典的标准配，我太太也是很喜欢这个，很保值这30几万。但是这都不是重点，各位观众，刚刚讲他穿的是爱马仕的鞋子，对不对？精彩的在下面，来，大家来看，爱马仕铂金包49万倍，爱马仕 Birdy 包23万，爱马仕 Lindy 包29万，爱马仕凯利包49万，爱马仕这个什么康士登包29万，然后爱马仕这个特殊皮的25万，他这边写的是市值。好，哇，这么多爱马仕，告诉你，爱马仕你买不到。文博就也很迷爱马仕，买不起啦。然后去看，你知道进去以后说，我想要买那个比较便宜的那个基本款，店员说没货，然后跑去另外一家，好想说那试试看，没货。基本上爱马仕，你买一般款你都买不到，更不用讲这些都是经典款的经典款，这个叫做配货版。你不懂，你以为你有钱你就买得到，你买不到。它是用配货的方式，所以也就是说，基本上是1:2到1:3，就是说你必须，它这边爱马仕市价大概200万，也就是说他必须要平常就要配货买到400万到600万的爱马仕，他才有本事买到这200万的这些包包。所以那就只能证明他的生活还不错，他买得起这些精品啊。对，所以大家今天就在讨论，就是说他的财力非常之雄厚。过去大家讲说，民众党的不分区应该就是那个谁，星光金的公主嘛。那当然人家家里非常有钱，结果比起来啊，其实财产申报来讲的话，李珍秀打趴吴欣盈星光金公主，真的啦，这财产申报非常厉害，而且他重点是他很高调。他不怕嘛，因为他很诚实的申报，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肯定他，他非常诚实申报，那就是说他过得很好，而且这些货都是配货的经典版。我跟你讲，我今天讲完，很多女孩子已经口水流出来说，珍秀姐不是一般人呢，是非常厉害。可是所以那为什么他要这么高？不影响到我们刚刚讲的两岸之间或甚或这样的立委，如果有双重国籍，会不会有国家忠诚啊这些啊？他要传递一个讯息，他要跟他的姐妹们讲。民众党今天有讲就是说提名李珍秀也不是什么专业考量，就是要抢陆配的票。那台湾的陆配票，台湾陆配在这光到目前陆配中配就有38万，就是38万，这个还只是还不包括他的子女家庭，所以加起来可能有100万票。对，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呢，他很特别，就是说你说陆配，他其实也不陆，他已经离婚了。他离婚的时间点非常厉害，是在他登记立委的前一天离婚。就是说，所以。被提名了，对，就被提名的那前一天离婚，就在那个时间点选的非常的特别。好，第二个，然后第三个呢，他为什么那么高调？包括昨天他穿的那个爱马仕去，我觉得他要传递一个讯息：我在台湾，我嫁来台湾这件事情，我现在单身了，我现在一个人，我过得很好，我不但可以当中华民国的立委，搞得你们内政部啊、陆委会啊，所有人都在讨论我，而且我有这么多爱马仕，我的生活非常的阔绰，所以要跟大家讲，就是说。宝岛是个喝州仔，大家来发展。他曾经有个报道说，他以前什么过去多苦又多苦，反正就很辛苦。现在看起来一点都不辛苦，所以现在大家传递说他的财力这么多，到底是怎么赚到的？赚钱的本事很厉害。然后他跟他的姐妹们说，跟着我珍秀秀姐走，大家都可以跟着我一样，可以走进爱马仕，然后买到你想要的包包。我先问一下，包括现在的政府最担心的这一块。
到底担心在哪？因为也有民众网络上面也有人讲说，为什么就一定要提他呢？当然，民众党也有提出他们的一些讲法，包括他们甚至有直接讲说，这是不是就只是要做政治追杀啦，或什么这些？可是以政府的角度，因为你是民进党发言人，你不是政府发言人，可是以你知道，你们执政党在行政官员里面，对于这些最在乎的、最担心的，到底是什么地方？因为包括他未来会在内政委员会嘛。内政委员会、因为内政部、警政署，所有这些都是关于内政委员会，所以你们担心的地方在哪？我觉得最担心的地方是在于说，今天李珍秀他如果成为一个特例，他如果首先开了一扇门，然后如果我们就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不处理它的话，那未来有人其他人也想要走上李珍秀这条道路，当特例。出现第2例，出现第3例，它变成常例，它不再是特别状态时候，那我们整个国家的法治，我们的国家安全要怎么样来确保？你会发现最后荡然无存嘛，对不对？所以我先讲第一个事情是说，我觉得单在台湾我们选出来的政治人物，你要担任公职，你要当公务员，你要参选立法委员，你要当总统，你不能有双重国籍，你不能有双重忠诚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基本、所有人一致的门槛。那我在这边用过去发生的事情，再来带给观众朋友这个印象提醒一下，举轻以民重。我们过去台湾对于政治人物在双重国籍的要求的标准是多么之高。宋楚瑜2000年选总统的时候，宋楚瑜有双重国籍问题吗？没有哦。他那时候新票案什么事情？是他在美国有财产、有别墅，隐匿不报。当时爆发起来，重伤宋楚瑜。大家觉得说，你一个要选总统的人，结果你在美国治了这么多产，你不告诉台湾的人民，你是不是有一天想要跑到美国？你是不是有一天台湾发生事情的时候，你想要去美国过好生活？这个样子，宋楚瑜就重伤，后来从此就跟总统绝缘哦。2014年，连胜文选台北市长的时候，连胜文有双重国籍吗？没有。可是连胜文的配偶那时候有，蔡依珊，所以当时这个事情也被大家拿出来质疑。那连胜文为了要顾他的选情，为了要给选民一个交代，蔡依珊他的配偶蔡依珊小姐当时去放弃加拿大国籍哦。我们现在讲的还不是政治人物本人哦，是政治人物包含他的财产，包含他身边的人。我们的要求是到这个程度，我们觉得说你今天要做大位的人，你要当立委，你要当市长，你要当总统，我要求你首先让我知道你是忠于这块土地，没有其他国家的。我们对于其他所有国家、所有政党要求是这样子嘛？那民进党我们也接受这样的要求嘛？我自己出生的时候有美国国籍，我也放弃了。我自己出生的时候有美国国籍，我也放弃了。所以，那我们看，现在回去看一看，我们标准如果是这样，那对李珍秀，我们应该重放，应该睁只眼闭只眼吗？可是大家想想，美国会攻打台湾吗？加拿大会侵略台湾吗？那我们对于这些跟我们友善、价值相同的盟邦尚且如此，对我们国家安全危害最大的中国，我们怎么可以置之不理呢？那第二个事情是在法规上，事实上。我认为我们现在对李珍秀小姐女士做这个事情要求，事实上我们也是要帮她保护她。为什么？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跟台湾不一样，它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法是对于有他国籍的公民有很多的要求的。包含这条，我相信我们节目上讲过很多，大家耳熟能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第7条，任何组织跟公民都要依法支持、协助、配合国家的情报工作。那也中国的国内法很多，也不止国家情报法，包含反间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就是说你任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你知道有其他国家在我们国家的间谍情报工作，你要举报他。那包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他说第77条。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有这个义务哦。第一个，及时报告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线索；第二个，如实提供所知悉涉及国家安全活动证据；第四个，为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便利的条件或协助。如果没有按照中国国安法来执行，国安法是对中国的人民课予刑责的哦。好，那我们现在知道李珍秀女士她同时有中华民国国籍，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那按照中国的定义，我们要军购是不是危害他们国家安全的事项？是吗？因为他们说这个是什么以外谋独什么的。那我们要强化我们的国安，
我们要反制中国的渗透啊，这个对中国来说是不是危害他们国安事项啊？也是嘛。那所以李珍秀女士，我们现在先不讲她个人主观意愿，她这个人身上确实同时受到2个国家的法律的约束以及忠诚的要求。所以我们问的是说，在这样的矛盾之中，你会怎么选择？你要怎么样让我们知道说，国家安全或这些相关事项到了你眼中，到了你脑袋中，你会遵从的是台湾的法律，而不是中国的法律呢？所以最后讲到李珍秀女士的态度，所以我认为其实按照李珍秀她之前出示这个刚刚义中哥他秀出来这张申请表，因为国民党包含这个陈玉珍或者是赖士葆会讲说啊，这个宪法一中如何如何，其实不用再讲这些。因为李珍秀来去填这张申请表，他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在国基法的框架下谈事情。国基法第20条规定，要担任公职的人，你要在就职之前出示已经在放弃的动作，也就李珍秀女士出示这一张，1年之内你要出示已经放弃完成的证明。所以我们现在就在国基法的框架下讨论，不要再去讲什么宪法、两岸关系条例，我们现在就讲国基法。好，那我认为其实以国基法来讲，我并不认为是这件事情完全没得讨论。因为我们看陆委会过去在处理一些我们也讲所谓中配来台之前，他处理一波说，要有除籍证明嘛。有人说以前这个他除籍的时候已经是10几20年前，证明拿不出来。陆委会其实当时也有行政裁量，说你可以出示一些相关的证据不一定要有那个本文，你重点是让我知道你的意愿。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我讲一个我的例子，像我想到我自己大学的时候，我是一个常常翘课的学生有时候那个指导老师教授会想帮忙，说你这个现在学期末了，成绩分数不太够那你要不要再额外交几个报告来你要不要再多来考个几个考试？就 you have to do something， 你总要做点什么嘛。你要做点什么，我看可不可以来帮你，但你不能什么都没有做就叫我让你过这件事情，我做不到。所以今天我认为行政部门，然后最后我没给你过以后，你要去检举我、申诉我说这个老师很烂。对，这样理亏在他嘛。所以行政部门今天立场，我认为其实是类似的态度。你要让包含说，好，现在你首先出示这个东西，你有没有诚心诚意的要来遵守我们国基法的规范？然后好，假设1年之后要出示放弃证明。那如果到时候中国不给你这个东西，那你有什么样其他的事情可以来佐证说你是要来，你有完全的主观意愿要来配合我们国家的法律要求？你要展现给我们看，不只是政府，也展现给台湾人民看嘛，也展现给台湾民众党支持者看，给选民看嘛。你要让我们知道说你是有心要来配合，那你不能变成我们在质疑你这个东西，好像都是我们苛求你，好像就说这个我就懒得写这个没办法申请问题是在你不在我们嘛，因为我们提的是天经地义要求你忠于国家，所以我最后还是觉得，基本上这个事情，台湾民众党李珍秀既然已经决定要来在我们国基法的框架下谈论，你就坦然以对嘛。对，我们到现在政府有把你抓走，有逼你不准进立法院也没有那既然你要在国基法这个部分来跟社会对话，来说你有放弃中国国籍的意愿的话，你就好好坦诚以对，不要教这种半吊子的东西，好像又要教，好像又不教，那你最后到底要糊弄谁？对，因为包括像陈玉珍委员他们讲说，这就是政治追杀，也有蓝营的一些委员直接讲说，在现在两岸之间，大家互相如果不承认这些的话，那到底怎么该放弃这样一些的国籍？到底该怎么做得到？那这件事情，刚刚吴真有讲说，从所有的其他的国家的一些例子援引到现在，包括他们担心的就是，那当然就是包括国安疑虑啦，生活刚刚讲的什么情报法啦，所有的这些。可是中间有一点很吊诡，因为刚刚讲到，如果是陆配跟所有的家庭的话，可能是有100万票，有可能，那影响的人大概超过100万。这些以前大家会觉得是国民党的票，但是现在看起来。那时候民众党要提的时候，柯文哲他们也摆明了讲，我们就是要照顾这一块，我就是希望这些，那我就要主打这一块嘛。你们现在到底该怎么样看这件事？现在看起来，李珍秀委员好像不太适合称陆配，要称新移民因为他也不是陆配对，因为他递交的当天就离婚了我觉得是这样子我们一直知道两岸的关系是一个很特别的关系现在民进党当然把它定义为国与国的关系但是我们就有一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在那里民进党这么多年也没有去修法即便在他在立法院绝对多数的时候也没有去修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就写着非常有趣而不符合现实的，就是我们称对岸叫做大陆地区我们叫做台湾地区，叫自由地区，而且我们认为对岸也是我们的人民，只是他深陷大陆地区。
那我们里面也写着说，如果大陆地区的人民在台湾啊，只要10年以上就可以参选公职人员，然后这里面都写得非常清楚。我们并没有说那是一个国家，甚至在两岸里面呢，其实两岸常常不互相承认对方的文书，因为我们就不认为对方是一个政治实体哈，所以我们要成立海基海协啊。互相去验证一些文书，因为我们就是不想直接看到他的官方文书，这是过去几十年来的一些模糊地带啊。所以吴思瑶说：“你怎么不去下载他的这个退出国籍的这个申请书？那是大陆的文书，过去我们也不去认可他的文书啊，包括他很多学历或者是他的牙医啊的这些医科的证书，我们其实也都不认的哈。那这是过去的。好，你现在通常要推翻这个，但是你执政了这么多年哈，从2000年到现在，其实坦白说啦。25年里面有17年哈都是民进党执政，他也没有想过要去修改这些很奇怪的这些现状。那现在李珍秀一个人啊，他凸显了这些矛盾的地方。好了，那我也去研究过，说为什么他不能够放弃大陆的国籍？哈，因为像美国国籍哈。你要去放弃，他管你有没有其他国籍，他就给你放弃了。你如果没有别的国籍，你变成国际孤儿，你就变成国际孤儿。他只是会提醒你，你有没有准备好你第2个国籍啊？要不然你会变成国际流浪儿哈。可是大陆的放弃国籍的条件之一，就是你要有外国国籍了，我才给你放弃啊，就是你一定要有第2国国籍了。可是大陆就是说跟他讲说啊。台湾又不是外国，我就不承认台湾是外国啊！你说他自以为是呀，或者什么，他就是不给他嘛，哦，所以对李珍秀来说，我有去申请可是他就是不让我办啊，那你叫他怎么办呢？除非他说我不要申请，我为什么要申请啊？可是他就说我有去申请，他就是不给我办啊，那这也是现实，因为大陆就是不认同台湾是外国啊，所以这是一个政治现实的状况，法律现实也是这个样子。所以，那我们从一个心态上，就刚才大家提的那张申请表，就是说你刚刚讲到那是现实上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嘛？那当然有讲说我也去跑啦，我也做去要去跑这些啊。可是如果以那张申请表所呈现出来的，就是我如果都照着这样填，然后我也告诉你去跑了，我就是没有办法。那要不然你拿一个办法给我。这我刚刚讲，这是一个从那个表格看出来，你觉得心态上面？我觉得他可能觉得大陆就是不会同意我，所以我就随便乱填一个。或许他就是这种心态啊，或者是他根本不敢去试。他如果去试啊，怕他又回不来之类的，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但是当时台湾民众党在提这个人的时候如果当时中选会就有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在接受这个名单的时候，我觉得就应该以资格不符，就把他剔除掉，就应该把他剔除掉哦。不应该说接受了这个名单，而且接受了这么久，然后现在等到他就职的时候再来挥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在报考、我们在登记的时候，其实就有资格审查。其实会一直递补呢，有2年的时间可以去总呢。我告诉你，不是，我们在中选会在缴交那34个的时候，原则上我们就要中选会就会认为那34个就都是合格的，所以那34个不管你知道，不管他们最后有没有递补上，在他缴交那个名单的时候，财产申报所有东西通要视为合格的参选人，他全部通要缴的哈，不会等他说你递补上了你才要补缴，不是的，他缴交那34个的时候，他全部都要按照合格的，全部都要缴的哈，从第1名到第34名，他通要，因为你不知道他最后的得票状况是怎么样哈，所以中选会原则上就要确保这34个。通要是合格的，我不能说没关系啊，我认为你台湾民众党最多5个啦哈，所以我只要审前面5个是合格的就好，我后面懒得审，不可能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我们在中选会的责任就是把关每一个登记的参选人，他应该是合格的啊，不是说我等你当选再来决定，再来看你资资格怎么样。所以我觉得今天李珍秀的问题哈，从第一关的把关到说我们两岸的这个法令的一些模糊我觉得现在我不知道怎么解套因为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就是讲，还有我们的宪法，我其实很认真，我这几天连宪法都去看，坦白说宪法里面也没有很明确的说这个中国大陆就是我们的领土。宪法，我其实很认真，我这
这几天连宪法都去看，坦白说，宪法里面也没有很明确的说这个中国大陆就是我们的领土，因为要写固有疆域。那固有疆域，我们的传统解释就是连外蒙古都还是我们的，好，我们也不承认外蒙古是独立的。那你要扩大解释到这个范围嘛？哈，所以其实这个是长久以来我们漠视宪法跟现实的巨大差异的问题，但是没有人有办法解决了，因为我们的修宪的高门槛其实是很难达到。吴调要补什么？我补充一下，就是我觉得也不是，我觉得苏慧姐讲基本上还蛮客观，但是也不是我们长期忽视宪法跟现实的差异，因为其实像苏慧姐讲到宪法里面所谓固有疆域到底是什么？因为包含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说这个大陆地区自由地区，可是什么叫大陆地区？什么叫自由地区？其实也没有讲清楚。那宪法释字以前也是申请大法官解释过，释字394号说到底什么叫固有疆域？大法官说这个是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啊，对，司法问题，对，不好意思，328。所以那两岸是指哪两岸呢？是指金门跟台湾吗？是啊，所以那为什么不把这个所以这这是一个政治上的问题，而我们法律宪法上当初是没有办法处理这块，到现在可能没办法处理嘛。那所以姐刚刚说，你民进党执政很久了，那为什么不处理这个事情？不是我们不想处理啊，民进党难道不想处理吗？我们时不时就有委员提案啊，对不对？前一阵包含林奇委员本来也要提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修法，可为什么最后没有进行？大家也知道啊，因为我们台湾这个国家，我们2300万人就是面对很多的现实啊，包含中国的反分裂国家法摆在那边啊，说你要是有任何让我认定永久把台湾跟中国切断关系的动作，我就打你，对不对？那包含我们知道台湾有国际压力，美国也会觉得美国很多盟邦关系说，你们这个台湾海的局势稳不稳定啊？你们会不会维持现况啊？所以，我们事实上这是所有台湾人面对问题嘛？难道我们不想从此让此生分明吗？想啊！可是那就是我们有恶邻居在恐吓我们啊，我们有国际的现实啊，所以这一块，那问题是我们如今共同面对的问题，就是事实上台湾跟中国基本上就是一个国家跟国家的关系嘛。对不对？所以他们过来要他们海关审，他们进来也要我们海关审啊。然后他们军队整天恫吓我们，我们军队整天想要办法防护我们，我们就是两个国家的实体嘛。那李珍秀其实他确实是一个特例，是一个首例。可是既然出现了，我们就要面对这个问题，而不是说过去宪法没有处理到，那我们就当做没有这个事情。那这样是让问题长驱直入，而不是我们来处理问题嘛。那所以我最后讲李珍秀，包含他写这个。刚刚大家讲到，你为什么写的这么扭捏的，好像很不情愿？苏慧姐讲到，是你在中国有压力吗？那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说，我们要来处理的问题也是保护他，因为如果你在中国有家人，你在中国有财产，你在中国有其他的牵挂，未来以共产党的手段都会是作为人质来要挟、来利用他的。对不对？那所以包含我，如果是李珍秀完全照我们刚刚讲，照着国际法这制度走啊，他就是表现出对中华民国100%忠诚，我觉得那都可以往下谈。但如果今天你这个事情做不到，你觉得你没有办法认真去在两边选一边来宣示忠诚，那我们更下边问了，那是不是真的你在中国有东西有相关的把柄，有被要挟，被人家握在手上呢？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我们怎么可以让这样的人这个问题不去处理，然后让他来去成为我们的立委，掌握这么多国家机密？人家简单不说。我觉得刚刚所谓提到，就是说应该在中选会第一段就要去把关去认定他的资格。我觉得这个是实务上是完全不可能的哈。因为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个规定，就是你在宣誓就职前，因为淑慧刚刚自己都提嘛，我怎么知道你会有多少名额？那你一送上来，我就要求你必须要立刻放弃国籍。我觉得对于他未当选人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对他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压迫嘛，所以才会有一个是制定说你要在宣誓就职之前，你有一个程序，也知道你有困难处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其实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当然他有没有困难，我其实刚刚听到吴峥有一段说法，我其实是比较眼睛我有打开啦。他说的一个东西是这个东西有没有讨论的空间，重点在诚意啊，你要表现出你的态度。我觉得这句话大家可以去思考。也就是李珍秀现在这个状况，如果今天要这样去扯，我们要把宪法都拉进来什么扯？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嘛，台湾人现在到中国去担任人大代表这件事情，那我们要怎么办？我们现有法律是有规范的哦。如果今天固有疆域就不用扯了，因为那个真的就是政治问题，那大法官就讲过了哦。那如果今天讲说好啊，不管了，我管你两岸什么有多特殊，我今天就告诉你中华宪法、中华民国宪法又怎么样？那我就问了，我们现在对于中国台湾人跑去当人大代表这件事，你以后要规范他什么？
国民党是不是跑出来？你干嘛规范他？没有啊，这个是我们就是一家人啊，我们就亲人啊。他去那边有什么错？反正我们互不承认对方都独立，那就不要这个。那如果扶李重新把国籍法修掉嘛？为什么不敢修国籍法？李珍秀会讲说，他不让我质询，那不给我资料，我好像无法可管。我们来修个法，那你为什么不敢修国籍法？国籍法修掉就好，你是不是担心实质修国籍法之后变两国论？因为你等于是我认同中华民国国籍之后，我自动否定掉你，我自动把你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除掉。你看老共答不答应？不过现在看起来，明凤，如果这整件事情好，那对李正秀来讲，你们刚刚来宾也有提到太多，李正秀会不会说，我不是讲了吗？我唯一效忠中华民国啊。然后虽然前面刚刚讲有口误，说他唯一有的国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讲说那个这个口误，好不好？那他就是这样子啊。那护照当然有，大家很多人讨论，他讲出来只有中华民国的护照，那就不管大陆有多少人有那个护照，可是他讲说，那我到底态度要摆成什么样？还有从刚那个态度到现在，可是刚才讲了一段话，像郑丽文不是讲说，希望台湾人都能够接受自己是中国人这些。李正秀讲就告诉你啊，中华民国国民不叫中国人，叫什么？不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你如果那么效忠国家这么廉价，我懒得做，你知道我懒，我什么事情也懒，这么重大的事情都懒得做，那立委就不要做好了。我觉得现在就是把明白装着揣着当糊涂，你知道吗？为什么不修法什么立什么的？你一修法，你一修宪法，为什么李登辉要搞得那么复杂？就是因为老共嘛，你一修法不就是你是台独，我就攻打你啊！所以你不要在那边讲说你为什么不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为什么不修宪法把它修明白？就是不能修啊！世界上有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啊！世界上有没有中华民国？有。所以老共互不承认，但是都是有嘛。所以就是中华人民国国籍对上中华民国国籍，就是双重国籍啊！这有什么好讲的？然后我看那个友台在辩护的时候啊，你们新住民的参政权你都不顾了吗？我们有顾啊！你就是成为台湾的国民之后，你就可以投票啦。那你不能其实要放弃也可以啦，你就是转去别国，因为老共是针对台湾嘛，你就先转去别国，然后就先放弃掉，先放弃中国，然后再回来嘛，然后再放弃掉那国。现在所有的放弃中国的国籍都是这样子放弃的，因为你只要是凤姐已经帮李珍秀开了一条明灯，不是我是过去的人都是这样做，因为你老共只要你要听到因为中华民国要放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他一定会不准。但是如果你是因为美国或越南或什么其他的国家，我要放弃这个中国国籍，他就会准了，因为他没有所谓两岸是同为一个国家的问题嘛。那米凤，我问你，为什么柯文哲他们当初就民众党就一定要这样提？所以就是要大家死嘛，对不对？不是吗？他就是故意要挑衅你的体制嘛。那像这种东西，到底他算不算忠诚的在野党？其实我是严重怀疑你啊，这种是基本的问题啊。你任何公子像淑慧他们宣誓的时候都是唯一效忠的中华民国啊，哪有一个人可以具有双重国籍，然后做立委做1年？这一年就全部看光光了，那还有什么好讲的？那我们还叫敌国吗？那这不是支持统一又是什么呢？所以民众党你自己要玩这种游戏，不要把全国国民都玩进去啊！太离谱了。对，易中老师，我觉得这个是以前是基本常识啊，否则李庆安是持假的吗？那易中老师，你刚刚讲那个明凤姐帮那个秀秀姐指引的，你是在害她了。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就跟他们现在选举一样啊，他们如果现在把户籍迁出台北市，你告诉我怎么样？他现在已经是中华民国立委了，他去拿到另外一国的国籍。他马上这个立委资格就没了。但我补充一点，就是说，他要在以前还不是以前，他要在还不是以前，他要拿到这个国籍，好吗？时间可以准备嘛。但我应该就有双重。但我拉回来讲，这件事情就是柯文哲心机重、城府重，也是他战略深度高的原因。为什么？他摆明就是在吃你国民党豆腐嘛。不是更逃吗？我刚刚讲嘛。中配在台湾就将近40万，如果加他们的子女，可能将近100万。这些票，刚刚小虎哥也提到，过去我们都认为比较是亲国民党的。那民众党故意塞这个，凸显什么意思？你国民党说你照顾这些中配，你中配连立委都没有，我民众党是直接放他去立委呢？这个给这个
honor 给的够不够？那现在故意让这个方式让你们去，他现在是逼着国民党要上车去帮他辩护。你看国民党有些，你说如果国民党不帮他辩护的话，那所有这些陆配跟所有这些人票就会觉得国民党你不听我们。对，所以柯文哲很聪明，他因为其实。因为石学那个，我们讲这个秀秀姐不是第一个，之前还有南投县议员石学院的案子在跑，所以柯文哲在提他的时候，早就知道将来会出现这个问题，他就是故意把它摆在里面，因为他到时候就是要来吃你们，他吃你们国民党得跟我上车，你们得帮我去辩，但是重点是人是我的人，所以这些中配会觉得说啊，国民党辩护不利，反而是我们柯文哲、李贞秀啊，都是真的是照顾中配，光这个票，这他来莫内休息够平动，好不好？来将军，我回应一下哈，想不想跟能不能。是两种态度。李贞秀想不想除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我只问你想不想？他懒得做啊，不是懒，不想。不想，这不想。为什么你会觉得他不想？如果他想，为什么记者问他说：“你要不要这边宣誓一下？我从今天开始我要放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他不敢说。如果想的话就讲啊。所以想不想跟能不能是两回事。他没有想要。那至于能不能哈，刚才敏凤已经讲了。如果你真的很想当立委，你早应该透过第三国把你中华人民共和国籍给去掉。如果你真的很想当立委，你早应该透过第三国把你中华人民共和国籍给去掉。那李连杰怎么可以？立志怎么可以？张铁林怎么可以？他们现在都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啊，都是透过第三国嘛。那可以啊。汪浩怎么可以？汪浩到英国去拿到英国的国籍，除掉后他又回到台湾来，人家就做了，就做到变台湾人啊。所以我要告诉大家，可以做，想不想跟能不能是两回事，态度问题。那我再讲哦，李贞秀很厉害，他很有技巧的把台湾、把中华民国的法治问题转到政治问题。你国籍法本来就是法治问题嘛，你差一点就是不行。那你说当时中选会应该在报名的时候就把它挡住，中选会报名的时候怎么知道他有没有其他国家的国籍？要怎么查？对不对？那我有美国国籍，我有全世界有多少国家啊？中选会在选前这么多人报名，每个都去给你查你有没有其他国家的国籍，查到什么时候？而且不见得查得到。这是一个诚实的态度，你自己最清楚。所以李清安当时当立法委员，他当然不止一届，好几届。那最后如果没有爆出来，他继续当立委，那很难查，不好查。所以我讲想不想跟能不能是两回事。李贞秀把法治问题直接转成政治问题。好，他大声的讲说，我已经申请放弃国籍啦，而且还想放弃大陆国籍。他没有讲说放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他们都讲大陆，都不讲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能踩到红线，因为讲大陆跟台湾没有违反一中原则。如果他说我已经申请放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踩了红线也有好处。真的，现在李贞秀可以不透过第三国直接放弃掉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踩红线，用力的去踩，直接宣誓说我要放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因为在中华民国的宪法那是不是一个国？他讲这句话，他一定被惩戒。我在节目上呼吁了3天了啦。我说放弃国籍很难啦，但是跟我一样被惩戒是很简单的。被惩戒的人，如果你也是跟我们一样被惩戒的对象，我相信没有人会怀疑你啊。所以我在讲哦，他说，我要当立委在阻挠我，阻挠你的不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国籍法在那里，你是不能当，阻挠你的是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他有没有谴责过一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是？没有。全部在谴责中华民国，谴责内政部，他有没有去谴责中国的公安？有没有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不讲理？没有，完全没有。所以那你说这个是一个可笑的宪法，这很可笑嘛？那你摸着可笑的宪法宣誓，你不尴尬吗？另外我讲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在这里要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他试图用受害者被执政党、被中华民国政府欺负的这种形象出现。你不是受害者如果你是受害者的话，是谁害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害你。那给你个除籍不就好了？为什么不让你除？还是你根本不想？好，那他最后我觉得这一点让我听了是觉得他不是单纯的所谓的新住民，因为我不能讲他是中配，因为他现在已经没有配了，他是新住民，他不是个单纯的新住民。他提到什么？他在节目上讲大罢免大失败已经看出来了，
人民不买单抗中保台，那难道大罢免大失败是人民决定亲中卖台吗？这个投票是投说是亲中卖台还是抗中保台？好，你看抗中保台太硬了，反共保台好不好？反共保台，李珍秀要不要买单？那最后我要问李珍秀一个问题哦，如果你认为你是中华民国的国民，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你应该不用甩他吧？李珍秀，如果你讲出了中华民国才是唯一的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一个合法的政府，你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会不会用这个所谓的反分裂法来制裁他？一定会吧？那我们在座这些人，我们会担心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分裂法制裁吗？我更不担心嘛，因为关我什么事？那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是中华民国的国民，你凭什么处分我？那李珍秀会不会担心？会不会担心？一定会担心嘛。那如果你说两岸都是同属中华民国，我跟你讲，习近平我们可以用什么反渗透法办他？如果两岸都叫中华民国的国民，习近平我们可以用反渗透法办他？那有没有人去法院提告习近平违反反渗透法？他是最大的反渗透法。如果今天习近平是中华民国的国民，习近平违反了中华民国的反渗透法，可以办他。没有人去告嘛，因为没有人这么疯嘛，很清楚嘛。那最后我讲到也是一样，想不想跟能不能？很多人都问我说：“哎呀，那你就叫民进党政府啊去修宪啊，对不对？把宪法里面修掉啊，台湾就是叫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分开嘛。”习近平也希望，习近平也希望我们修宪，义中很清楚点头。为什么希望我们修宪？他就可以出兵了嘛，就可以打你。所以我告诉大家，很多事情叫做草率决定，有很多事情叫做谋定而后动。会不会修宪？我相信未来一定会做，因为两岸不属于一个国家，只要台湾没有被灭掉，中华民国没有被灭掉，时机成熟了，必须要修。可是现在修叫做不知死活，因为习近平正在等待一个合理的出兵的条件。那你如果跳进去，那我就讲嘛，蓝白就是心想你修啊，你修啊，为什么？他下一句没讲出来啊，你修老共就在打你，看你怕不怕？这到底是爱中华民国，还是要害中华民国？不会。蓝白会希望你修啊，你修啊，修了人家就来打我们吗？当然不会啊！拜托，飞弹打来又不长眼睛，又不会这样蹦蹦蹦。我觉得讲这样都太要求了啦。那为什么国民党不修？怎么会把那个蓝白讲成这样？没有，因为我们觉得修了就是会造成这样。可是问题是民进党一直说一边一国啊，我们就是知道两岸就是处于一个很纠结的状况。那是民进党一直要讲一边一国，那一边一国，可是他又说不要修这个，是民进党一直觉得很。是民进党在自相矛盾，不是国民党。不修宪法，我们连坚持我们是个国家都不能讲吗？我们现在就没有办法去修宪法。我们是中华民国，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不然不是一边一国是什么国？那你如果要讲这个不修法律，然后你又要用现有的法律，又不准人家去遵守现有的法律。我们不是一个依法行政的国家吗？没有不遵守啊，我们是中华民国，坚持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为什么不坚持？现在李珍秀，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让我们坚持。现在是民众党他就是卡在两岸人民关系，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去提名这个人嘛，他就是坏嘛。所以你可是你说他违法吗？但你说他违法吗？违法，他有第二个国籍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我为什么你们国民党不会做这个事情？我没有办法去帮民众党。对啊，你们国民党也不是照顾很多新住民，为什么你们不会做这种事？而且这件事陆委会已经讲了嘛，就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有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规定，国籍法规定，在公职就任这事情上，我们就是国籍法一体适用。所以包含李珍秀，我刚刚讲李珍秀他来去提交这一个放弃书的动作，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也没有嘛，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已经在讲国籍法的事情。但吴正，如果真的讲，我们从这件事情来现在看起来的话，民进党跟包括国民党啊，那甚或好，你说民进党算不算？就跟在野阵营，大家在两岸问题上面，现在是直接火车对撞吗？因为国民党智库，然后包括国共论坛的智库，然后去谈完，然后发了几点声明，然后包括中间讲说，那上海就宣布说，那接下来上海的一些市民呢，就可以到金门马祖去观光。然后在昨天早上的时候，赖清德总统就突然要有一个记者会，9点半。就直接讲说，我们就要走向世界，还是要跟蓝营一样，要2次西进，要去做所有这。所以现在是大家就直接在两岸问题上面，本来应该是大选，尤其是中央大选年的时候，两岸问题会对尬。现在看起来不是，这时候大家就已经把道画下来，大家各自讲清楚未来是怎么样吗？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了，因为其实整个世界的格局也在变嘛。
你说以前2001甚至2014、16、18，当时整个美中之间啊各自形成一个民主阵营、一个独裁阵营的整个大势也没有这么明显嘛。可是到现在，其实你说整个美中之间的竞争，他们的战略竞逐这个态势，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所以当然我们在这里面做的面临的选择会越来越鲜明。那这个选择是什么？其实目前看起来也很单纯嘛，就是民进党政府是主张一个亲美的路线嘛。那看起来中国国民党是要主张一个亲中的路线。那所以赖总统开的这个记者会，其实就是很简单，把这段时间的经济数字拿出来看一下嘛。因为台湾跟中国绑得最紧，然后距离最近的时候是马英九总统执政的时候嘛，行政权在他手上。而当时我们看到，当时的经济跟现在比起来，其实是很明显的比较差的啦，比较不好的，对不对？那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从我们过去的轨迹已经看得出来很清楚了。当台湾跟中国走的时候，其实包含那时候讲22K， 包含讲失业率，包含年轻人啊，我们产业外移、吸引等等等等，跟现在台湾经济的荣景，那是完全两个事情。可是我现在讲回来，这样我觉得，因为刚武哥问的是说在野阵营，我觉得这里面其实也有分，就包含民众党，现在是主要看起来他们是附随着国民党。那国民党里面，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分的，因为我觉得现在整个台湾政坛里面最红的叫做国民党党中央，叫做郑丽文主席，跟他派去北京参加国共论坛这个萧旭岑啊副主席。因为其实苏慧姐在这边，当时其实郝龙斌前市长出来跟郑丽文竞选的时候，其实在看起来在两岸路线上还是有所区别。那现在以郑丽文主导的这种国民党的路线，我认为是已经红得非常彻底，已经非常清晰了。那对我们的冲击影响两个方面，一个是政治上，一个是经济上。政治上面，其实大家看到这几天美国的很多政坛的这些要角，你说参议院军委会主席 Roger Wickers 啊，参议员 Dan Sullivan， 然后众议员一个一个跳出来讲说，很担心台湾的国防预算一直不过。为什么他们要担心？因为我们是同一队的嘛，就跟打篮球一样嘛。你打一队5个人，4个人在场上很强，那1个人一直被打点，1个人一直被针对，一直被过去，那你这一队最后还是要输嘛，对不对？那我们现在面临的就是这状况啊。我们也希望说啊，万一台湾安全真受到威胁的时候，美国来帮忙。大家一直在问，那美国会不会出兵？美国这个到时候会不会派船过来？航空母舰会不会过来？等等的啊。日本这个高市早苗现在是准备要提升日本的所得税1%来充实他们国防。高市也讲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所以我们是一整个 team 嘛。那我们的 teammate， 我们的队友就看到说，奇怪，台湾现在也不是没钱啊，你们不是赚很多钱吗？你们不是这个对美顺差很多吗？那怎么你们不就多投资一点在国防，明就做到事情？美国也开绿灯了，现役的一线装备要卖你们啦。那为什么不做呢？因为美国人就看得很焦急，那你们到时候我们要过来也要时间啊，你们一下就被打沉了，那怎么办呢？对不对？我也很焦急啊。那这个事情。为什么我刚刚区分？因为我对苏慧姐，我觉得她比较中立理性，但我对国民党党中央，我的愤怒情绪就很强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中国国民党这个政党在历史上是谁要把你灭了呢？明明就是中国共产党啊。那每次国民党差点被灭了的时候，是谁出手来帮呢？那奇怪是美国人呢，对不对？那就到现在，中国国民党在台湾鼓吹以美论，萧旭岑去北京说，哦，台湾现在抗中保台是媚美卖台，这就是在操作以美论嘛。那我就觉得说，怎么你这个政党活成一个认贼作父、亲痛仇怪的样子呢？对，我看之前大家也在讲历史，我觉得从历史讲起来很奇怪啊，因为我刚讲，当国民党遇到危机的时候，1941年租借法案，美国那时候拨5亿美元给你蒋介石抗日呢。虽然说叫租借法案，可是因为那时候美国还没正式的投入战争，所以其实就是援助你，其实就给你钱呐，对不对？那整个20大战期间，美国支援国民党在中国战区大概35亿美金。后来国民党来台湾之后，一直到1966年为止，整个我们讲美元面粉袋、美元什么什么，总共大概36亿美元呢。所以加起来70几亿美金，那是70、80年前呢。所以那是多么大的一笔巨款。好，这个是当时给你建设这样的资源。那安全上呢？那本来中国毛泽东要把台湾打下来啊，对不对？那时候古宁头守住了，可是毛泽东大军已经开到福建、广东，已经说好没关系，古宁头没有打下来，我继续打。就后来韩战爆发嘛，美国舰队驰援嘛。那再近一点，1996年飞弹危机的时候，哇，那时候很多人很紧张，哇，去移民的移民，哇，这个股市下杀，资金外移。那时候谁来保台湾？第7舰队航空母舰开进来保台湾嘛。那讲更近一点，马英九当总统的时候，也跟美国买武器，也美元啊。对不对？也美军购了，也军购啊，也跟美国买 P3C 反潜机啊，也买爱国者啊，对不对？那怎么会
当时你执政也跟美国军购，现在我们要军购啊，你就彻底把我们封杀在立法院呢？那我再讲更近一点，2019年韩国瑜选总统的时候，他竞选政见叫做国防靠美国。然后2023年侯友宜选总统的时候，他说3D 的哪3个 D？Deterrence、De-escalation、Dialogue。第一个 D 就 Deterrence 就嚇阻呢。所以国民党你自己要拼执政的时候，你跟大家讲说我国防要靠美国，我要嚇阻中国，那我们现在就要跟美国买武器，就要强化国防，就要嚇阻中国，就你不让我们做，我看了就很生气嘛。那不好意思，我再讲一下经济的部分，因为这个萧旭成去国共智库交流论坛，他讲说什么？几点结论里面，我最反感的一点是说，他说要推动两岸之间台湾跟中国的 AI 供应链合作。我一听我就傻眼了，说国民党是认真的吗？你怎么台湾要跟中国搞个 AI 供应链，那不害死我们了吗？当时川普在去年关税大战的时候说，你墨西哥。你不是你不光你跟中国，你只要你不把中国转到透过你墨西哥洗关税的这一些厂商去做处理的话，我就直接扣你墨西哥关税。然后现在处理加拿大嘛，那加拿大总理你再跟中国搞很近，我100%关税弄你。所以美国他这么清楚了啊，国民党说现在在这个大家最关心的半导体尖端科技，我们要回去跟红色供应链站边，那你不是邀请美国来制裁我们吗？那你说 AI 供应链要一起，那到底是哪一块呢？你说晶片吗？记忆体吗？还是基板呢？还是电源？还是散热？是哪一个部分呢？那 AI 供应链我们也知道说好，大模型好了，那现在美国一大堆什么 Anthropic 的 Cloud， 然后 Gemini， 然后 Grok， 那最大的这些我们的厂商买家都在美国啊。那中国有什么？中国当然 DeepSeek 厉害，可是它就是第2名嘛。它的量体跟第1名差很远嘛，那为什么我们在美中选边时刻，我不要跟第1名合作，我要跟第2名合作？来，淑慧来一次回。尤其刚才吴峥特别讲，他最生气的是，他说国民党党中央是最红色的这一块，是吗？反正民进党怎么样都会抹红国民党了哈，反正这么多年来20年了，就像武哥刚刚说的，我们也觉得很奇怪哦。过去哦，民进党打抗中保台这一张牌哦，都是在总统大选中央层级这一块哈才会打出这一张，过去他们觉得百试百灵的这一张王牌哦，地方层级比较少打这一张牌哦，地方层级会回归到地方的不管是市政也好，或是政见也好哦。那为什么今年提早打这一张这个抗中保台的牌，就好像各个城市的这个候选人他已经不用打市政牌了哦，就直接大家就打这个政治牌。好像各个城市的这个候选人，他已经不用打市政牌了哦，就直接大家就打这个政治牌哈。我们也一直在觉得很奇怪哦。坦白说，对于市议员来说，我们觉得说，那你现在就开始打抗中保台可能有几个原因啦。第一个，国民党现在在很多县市的这个执政满意度还不错啊，所以民党就觉得说，我还不如直接拉高层级打政治比较快哈，政治就一张牌就好了哈，每个县市都打同一张牌哈，就直接说哈了啊，看民众的反应嘛哈，就各自归队啊，这是一个哦，但是有好有坏啦啊，就直接逼民众选择，啊。那当然呢，今年如果民进党打算把这张牌打到底的话，那今年就可以提早测试，就是这张牌到底是不是还可以发挥这么大的效果。毕竟民进党这张牌已经打了20年以上了哈，每次都抗中保台哈。不得不说，台湾当然有很多人还是对中国大陆有很大的疑虑，因为它很大，我们很小，所以我们会怕哦。所以我觉得今年是一个很大的测试，就是连地方选举都要打到这么高度的政治化。所以这边请问一下，当邓丽文主席讲说，希望台湾人都能接受自己是中国人，这样如果以后能够执政的话，要推动两岸和平框架，类似像这些对选战，尤其在选举年，今年是选举年嘛，这些对于选战来讲的话，你自己也要参选。我觉得我们现在在讲中国人这件事，昨天我跟吴峥同台，我也有在讲哈。其实大概10年前的时候，我那个时候10几年，我还在台北市政府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负责双城论坛，就曾经有台办的人问我说，为什么你们现在台湾人越来越不讲我是中国人了？我跟他讲说，不是我们不讲是你们把中国人给定义僵化了过去的中国人可能是文化上的中国人、历史上的中国人、种族上的中国人。
但是是你们把它变成说是国家上的中国人，是政治上的中国人。因为大家知道，这10-20年，当中国的国力强了以后，他不断的在世界上说，这个世界只有一个中国，这个中国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他把这个中国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我们很难再去说我是中国人了，因为我是中国人变成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啊。那曾丽文主席他这一次在接受《经济学人》访问的时候，他还有加一个前提：如果回归到中华民国宪法的规定，我们也是所谓的中国人，所以他就必须要加一个中华民国宪法啊。那蒋万安在受访的时候也要再加一个前提：我是中华民国人，我是台湾人，好，就变成我们都要加很多前提。那如果你要更精准的话，我就会说我是中华民国自由地区台湾人，哈，就变成说，那与其这样子，你变成要讲这么多前提，那可能大家就会简略说我是中华民国，或者是我是台湾人，就不会再去讲我是中国人，因为那变成你要讲好多前提哦，我是中华民国的中国人，那可是没有人会这样讲哈，所以曾丽文主席他讲话如果是如果大家没有去看到前面那一句，如果回归中华民国宪法的规定啊，因为媒体都只写说我们也是所谓的中国，确实很多民众就会吓到说为什么我是中国人哈，然后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嘛，那可是他其实有讲那一句的哈，就是回归到中华民国宪法啊。所以，当国民党如果讲到说宪法一中的话，其实前面都要加中华民国宪法，否则的话，那你在讲哪一个宪法嘞？哈，那这一次萧旭岑副主席在大陆，我们也觉得他讲了各表一中这件事情啊，是很好的一个，因为在对岸面前直接讲，不好意思哦，好，一中是各表的哈，你表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表我的中华民国，他有坚守住这个立场，而且有直接讲出来哦。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国民党过去马英九的时候的那个坚持在那边呐。那至于说你说经贸，他讲说赚全世界的钱，这个也没有什么不对啊。刚刚这个吴峥讲的很生气，说这个 AI 供应链这件事，但是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在去年12月的时候，川普已经批准了辉达的 H200的晶片可以卖到中国大陆，然后我也不知道他知不知道。其实黄仁勋很希望做中国大陆的生意，他还亲自跑到中国大陆去啊，所以其实黄仁勋自己也很想要把他的 AI 供应链供应到大陆。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晶片供应链供应到给黄仁勋，黄仁勋再把晶片卖到大陆去，那这个供应链是不是也串到一起了，变成红色供应链了？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子去联想？难道透过一个黄仁勋，他就不是红色供应链了吗？其实世界的经贸就是这样子嘛。川普他也在跟大陆做生意嘛，他也拿了红色供应链的稀土嘛，而且他也想要嘛，对不对？他也跟习近平说，我要你的磁，好，我要你的磁铁，我要你的稀土，我要你红色供应链的这些东西，他也没嫌弃它是红的嘛，对不对？而且他还跟你讲，我就是要，好，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在想赚钱这件事情，川普他也在想赚钱这件事。那我不知道说，当萧旭岑副主席讲，两岸一起合作来赚全世界的钱，我们走向世界这句话真的很好，但是不要忘了，这个世界也包含中国大陆。来，我再回应一下，就两个部分啊，一个是好，我们就讲钱的事情。为什么我对 AI 供应链事情很生气？因为我们看台湾这些所有的 AI 供应链的厂商，现在产能都满载嘛，很多今年的产能被订光了，一路甚至明年2027年的产能都会布光了。而这些我们 AI 供应链上游买家，绝大多数来自美国 CSP 的大厂，对不对？那所以当萧旭岑讲说他要跟中国做 AI 供应链合作的时候，为什么我心中警铃大响？因为我当然知道黄仁勋一直想要跟中国做生意啊，他觉得我要让他们一直用我的产品，然后永远我国内领先1-2代，中国落后1-2代，这样他们需要依赖我，这是他以辉达最大利益出发点嘛。可是那我想淑慧姐姐肯定知道，川普的白宫去年通过一系列行政命令哦，
像美国的华为现在产品可以中国的华为产品现在可以输到美国吗？其实2018年当时开始针对华为在5G 基地台经营，美国出禁令嘛。那从去年开始禁令更多，包含说你美国资金要去投资中国战略产业不行，中国资金要去美国投资一些他们的重要的科技大厂也不行。那是包含所谓设备的管控、科技的管控，那个管控是一层一层加上去的。所以为什么黄仁勋要一直游走白宫，要一直去拜托川普？因为原则禁止。他如今争取到一个例外，那所以我讲的就是，既然我们如今跟美国的供应链已经很好了，为什么我们要让我们厂商去冒这个风险呢？我们现在记忆体，我们现在生意做得多好，真的是在讲钱。我们2025年第4季记忆体的报价已经溢价50%了，也就是以前一片记忆体卖10块，现在卖到15块，常常抢光。到现在今年第1季2022 Q1 已经溢价80%到90%了。所以，我们跟美国的产业做深度结合的时候，你国民党为了要押宝中国，为了要让中国听得很开心。要让我们去背负一个根本不需要政治风险，我觉得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然后讲一个，就是刚刚在讲说，今年地方大选这个事情，我觉得其实政治有时候是诠释的艺术了。像你说民进党执政以后，包含蔡英文总统，包含赖英德总统，我们都讲说啊，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有没有本土派的民众抗议？有啊，也有民进党以前这种深绿始终制的觉得说，没有，你没有证明制宪，这不叫台独。但我们认为说，我们要争取台湾2300万人最大利益，所以我告诉大家，我们现在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好，那所以，但问题是说，国民党呢？因为刚刚淑慧姐讲到说，今年是地方大选啊，好像说民进党现在去讲这个两岸的事情，讲国际的事情，是刻意打这张牌，是一个政治操作，是升高冲突。我跟他讲，以前或许地方大选跟中央大选，它聚焦议题有所不同。可是以前也没有关税战啊，以前也没有2027的这个时间表啊，所以像去年年底的时候，台中巨大尾牙，江启臣去参加，对不对？去参加，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啦。那尾牙这个巨大董事长就直接拜托江启臣，拜托国民党这些台中立委啊，你这关税15%，拜托行好，赶快过了吧？为什么？所以这个事情不是什么。只有政治意识形态的问题，也不是什么我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这么形而上的事情。我们现在讲的是很具体的说，跟大家民生产业相关。因为国民党已经定调说，现在这一关协议叫做妹妹，叫做这个谈的协议是出卖台湾，所以也就暗示着，如果他们未来可能不在立法院放行，那我们现在都知道，如果这一关协议未来在立法院被封杀，对台湾各个县市的百工百业是伤害极为巨大。所以当然，现在各县市都要关注这个问题。我要补充一下，刚刚淑慧问的那个辉达的 H200为什么可以卖到中国，这我还真的问过产业界的朋友。他这个第一个，川普为什么要这样做？要赚钱，要赚钱。就是所有的晶片卖到中国去，他要加课25%的关税，因为当然美国的经济当然需要提升，要赚钱。第二个，要强制溯源，就是主控权。台湾的晶片必须要经过美国第三方认证以后，辉达才可以卖到中国。你知道这两个，我要赚你的钱，我还有主控权，我里面装哪些设施？对不起，中国不能拆。好，第三点，不能用在军用的设施上，这是3个要求。对啊，将军可不可以问一下，这些事情，尤其大家最在乎的一个是经贸这些，一个是军购。军购这件事情，黄昌那时候不是民众党几个风尘仆仆，然后到了美国去，大家讲72小时啊，连旅社都没得住，是，连澡都没洗。对，那为什么黄昌这两天会突然讲说鼓励人介入台湾的内政太深？黄国昌是聪明人。这一张我这样等一下给大家看，这张是中国环球网。环球网，中国最大的大外宣，环球网在2月2号直接讲出来。2月2号，黄国昌讲了没有？如果美国跟台湾有时差，应该差不多时间。这个时候的2月2号，在台湾好像是2月3号，应该有这个时差吧？哈，它里面讲什么？其实这个内容我全部看完了，主要的跟标题没有关系，它主要是说 AIT 在台湾，无预警的在媒体社交账号关闭了44天。因为美国的中央政府的相关的预算出了一些问题，所以 AIT 就停更除了紧急状况之外停更主要是这样。但下面有一小段才是标题，就是 AIT 频繁施压造成岛内引发不满。2月2号同时，请问台湾有谁讲？有谁讲？对 AIT 不满有谁讲？黄国昌啊，几乎同一时间呢，一个在美国。中国的大外宣环球网，一个黄国昌在国内，在国内讲，我告诉大家，黄国昌聪明得很，非常聪明。他第一件事情
反正我跟美国谈不定，美国现在已经把我设定为不友善的一方了，我干脆趁这个方式，狠狠的修理美国 AIT 一次，冲一波声量。到目前为止，国民党或是民进党好像还不至于疯到去骂 AIT 吧？应该不会疯到去骂 AIT 吧？因为国民党本来就是亲美和中嘛，那么民众党本来就是选边嘛，我选了美国自由世界来对抗万恶的中国嘛。所以原则上蓝绿应该都不会去骂 AIT，对不起，黄国昌敢，对不对？死猪不怕开水烫，我衣服都敢脱了，我什么事不敢做啊？对不对？他就这样做，冲一波声量，这一波声量出来之后，中国喜不喜欢他？中国喜不喜欢他？哇，这兔崽子，连美国人都敢骂，那中国人喜欢他有什么用呢？因为他选的是新北啊，今天民众党不是正式征召他要去选新北，他还是要靠新北的选民的票啊。对，那统派的票他吸不吸得到？统派的票黄国昌会吸走哦。他会从传统上统派大家就以为是国民党的票。对对对，他会吸掉这些票，会吸掉统派的哦。为什么？统派喜不喜欢美国？我告诉你，统派不喜欢美国。统派叫美国怎么叫？美帝耶。我有很多统派的朋友他来跟我讲，北辰，你不要被美国骗了。我们中国会这样子，就是美国搞分化，让我们变两个中国，我们永远不能够强大，两岸一统一啊，我们就比美国还强大。这统派的概念，统派是仇美的。OK， 所以黄国昌聪明呢，他用这一招杠上鼓励言，反正美国这方面我也没搞头了，我干脆跟你拼了。这个对2026黄国昌，如果因为听说今天好像民众党提名黄国昌，民众党征召，对，征召他了那黄国昌如果要选到底，这对黄国昌来讲是不是利多？因为大家认为李四川或是刘和然会去呛 AIT 吗？不会不会，绝不会，绝对不会。李四川或是这个刘和然绝不可能呛 AIT。对不起，黄国昌敢。OK， 明白。民众党正式征召黄昌。那刚才大家在聊的时候，何必多此一举呢？什么叫北国昌南文哲？意思就是说，这个新北整个北部就是黄国昌负责啊，那柯文哲就要去南部啊，而且他们不讲说，最重要要拿下高雄，对不对？那高雄曾经有失败过一次，所以他们这次呢就觉得说是可以的。可是你要知道柯志恩的口号叫“这科不同”。真的对啊，击掌不赶快啊！这种台语是翻成击掌不赶快，但是国语就是这科不同哦。那这科不同就有很多含义了，可能他要划清他韩国瑜过去留下的印象嘛，因为韩国瑜就是当了1年的高雄市长，还2年，然后就跑去选总统了，所以呢，他就说，如果台语的话，就是击掌不赶快，跟韩国瑜不赶快，一绝对没绕跑。然后这科不同呢，因为当时柯文哲正在贪污中嘛，贪污还有正在贪污涉及贪污审判中嘛，所以呢，这个科跟那个科，他也要区分一下啊，对不对？所以这科不同的含义很多。那没有想到柯文哲就是硬是要去蹭柯志恩嘛。这科不同就有很多含义了，可能他要划清他韩国瑜过去留下的印象嘛，因为韩国瑜就是当了1年的高雄市长，还2年，然后就跑去选总统了，所以呢，他就说，如果台语的话，就是击掌不赶快，跟韩国瑜不赶快，一绝对没绕跑。然后这科不同呢，因为当时柯文哲正在贪污中嘛。贪污还有正在贪污涉及贪污审判中嘛，所以呢，这个科跟那个科，他也要区分一下啊，对不对？所以这科不同的含义很多。那没有想到柯文哲就是硬是要去蹭柯志恩嘛，那对柯志恩不晓得是好还是坏。柯志恩的敌人可是很多啊，不只是赖瑞荣而已啊，还有第一个就是郑丽文，第二个就是柯文哲。第一个是谁？郑丽文呢，对不对？郑丽文是老王八党的嘛，就说我们请吃饭，有请国民党有啊，然后柯志恩代表国民党，对，大家说为什么没有郑丽文？柯志恩啊，柯志恩就是国民党啊，好，老王八党着，现在又来一个柯了。柯
柯文哲，对不对？那这个柯真的又不晓得怎么挡了。这一听到柯文哲要来帮忙啊，任何人都不晓得要高兴还是要哭啊。因为他的帮忙方式，他是不可预测的人呐。如果说他带着贪污判了28年，好减一点20年好了，来高雄帮忙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柯志恩啊，到时候不晓得是到把赛杯为例啊。所以这个东西啊，蓝白合真的是不晓得是应该要高兴还是要悲伤。所以你看你民众党的野心还是很大啊，所以他。你看，没有，我觉得没有一个贪污罪犯像柯文哲这么心桃这么栽的人，就是这么，你看每个人都躲起来，比如说郑文灿好好的打官司，然后每个人被涉贪污，林怡景也是很低调，然后那个不是那个林黛华也是起来打官司，绝对没有像柯文哲这样子到处跑，然后还开出雄心壮志，说我要去南部，然后打天下。然后打也不是嘉义而已哦，不是派张启凯去就好了，他要去拿高雄，所以然后北部呢就黄国昌，所以就证明说你北部给黄国昌，如果黄国昌真的要选新北市长的话，北部可以全部交给黄国昌吗？他怎么顾着北部？北部是台中以北叫北部那他还要管苗栗新竹所以我觉得黄国昌根本就没有要选新北市市长嘛。他的竞选总部为什么人家说开竞选总部都要花钱的，他为什么要那么早开？因为他只开3个月嘛。对。顶多到4。对，3月就要收单。对，3、4月等国民党李四川决定，他就收起来，所以他。没有，此时不开，更待何时嘛？不，任俊，现在看起来这整件事情，因为李四川民间媒体有讲，会不会在农历年前，李四川会不会就包括请辞，然后台北市副市长？因为人家都已经做成这样，苏巧慧已经跑成这样，然后民众党今天又征召了黄国昌，他不能一时老心仔仔的在那边等啊。黄国昌动作也很多，但这决定一件事，柯文哲到底要不要他选到底，就这样。这个当然啦，我就很早我一直在讲黄国昌，你又没有被征召，对不对？对啊，都你们一直讲到人家就讲，好吧，你们既然这么讲，那我就征召，好不好？不，这是一定要的嘛，这一定要有的程序，对啊，对不对？你就算挂牌，谁知道你这个挂牌的正当性在哪嘛？所以你唯有成为正式党征召的被提名人，你才有办法出来去跟国民党讲说，不好意思我正式征召我，那我用党跟党的身份来跟你谈，你这才有正当性嘛。不然国民党，你看黄国昌喊要合作，喊了这么久，大家都在我们一定要合作啊。有人真的去跟黄国昌接触吗？也没有啊。什么郑丽文的那个什么智库跟智库，大家先对接到先跑去中国，也没有要跟民众党的智库对接啊，也没有真正开到会或是什么的啊。当然黄国昌今天很多人就在看啦，就说他厉害啊，对不对啊？被征召完了之后，过年要到了嘛，讲好话嘛，他立刻就丢出了一个春联，叫做一马平川。我个人书念的少啦所以我特别查了一下，一马平川叫做按照教育部等的国家教育研究院的解释，叫做可让马儿奔驰的平原，比喻地势平坦。真的有这个成语这样。但问题是，大家就会觉得那个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平川，对，就一马平川，总不会是王一川的川吧？那这个川会不会是李四川的川呢？平川这就回到了这个刚刚主持人那个问题嘛老实讲，黄国昌有没有真实认真的想要去选新北？这里面选举过的一堆嘛，选举喊是一回事啊。我认识一个新北的议员，他跟我说，他上一次在行程看到黄国昌是1年前。李家凯。这1年来，他跑了很多场子，都没有遇过黄国昌。没有，他说他就是上一次看到他是2025年的上半年的，当时侯友宜搞了一个什么行动治理嘛，黄国昌不是有去参加过了2、3场，后来就没再出现了嘛。不，我的意思就是说，他的空战真的很会营造，对不对？一直喊，就说我最大的诚意就是要蓝白合作。可是我就讲所以会觉得国民党的新北市的市长参选的人选是平平顺顺就可以产生出来的吗？到今天为止，我想大家都会觉得就是卡着一个关键嘛，
啊，我先不讲这个关键是谁了但是最早不是顺利产生，到目前为止哦，虽然大家都讲说按时程啊，侯友宜讲说按照既定时程哦就会这个，那你既定时程是什么？也没人知道嘛。所以国民党，我就回来问一件事情：当国民党的参选人自己都要经过这么的纷争、这么的纷扰，才有办法选出一个这样的参选人，而且刘荷兰跑地方，没有人会怀疑吧？当然。李四川对于新北的熟悉度，应该也没有人会怀疑吧？结果对着一个黄国昌是每天说我要选，但是实质上按照吕家凯的说法，一定要明白点名他，不然人家会觉得我们又胡说，觉得我们没有查证消息来源，因为他土树三英的议员呐，讲更白一点嘛，对，他议员他要选举，他不会去跑，他不会知道说谁今天到什么选区里面做什么，他自己负责任讲说。就只有在2025年上半年看过黄国昌一次，不，这不是一个真实选战的做法。所以我就讲，国民党愿不愿意说，我今天真的选出了一个代表人之后，我再去跟一个这样子选法的人说，好吧，我们再去跟他谈，然后把这个江山有可能让给他，因为有一些人会讲说，那如果真的是黄国昌出现的话，那我们就遵守游戏规则，那游戏规则黄国昌也要遵守嘛。所以我觉得啦，今天黄国昌也算是迈向人生另一个新里程啊。虽然竞选新北市市长，在他所谓的卸任立委后的5大工作里面只占1个，而且这一个也只是嘴巴讲，没有实质上去，还比不上他开直播的次数跟时间。那就回来看的是为什么黄国昌有这样的底气。是不是因为国民党给的？所以要不要回应一下？对你们来讲这一局，我今天中午我才跟一个幕僚比较了解双北的状况的幕僚在吃饭，然后我就稍微问了一下这件事那他就说，大概不会那么顺利就是时间点，大概也知道为什么，就是不会在农历年前就整合出来。哇！是不是因为国民党给的？所以要不要回应一下？对你们来讲这一局，我今天中午我才跟一个幕僚比较了解双北的状况的幕僚在吃饭，然后我就稍微问了一下这件事那他就说，大概不会那么顺利就是时间点，大概也知道为什么，就是不会在农历年前就整合出来。哇！对，那这个可以理解啦。可是人家台中也没那么顺利啦。可能不是说2月6号吗？卢市长希望在农历年前，就现在也不可能了嘛可是辉达的签约，他是说2月10号到15号中间。那现在看起来，这个大概新北代也不太有机会在农历年前就决定。怎么惨？对，有人其实也还好啦。就是如果说真的有人他坚持要选的话。我们也是要给人家初选的机制其实台北或是新北过去一直都有初选的机制，本来也很少就是直接协调就产生的所以我觉得最重要是初选完不要有裂痕那即便是进行一个民调的初选我觉得也还好。那可能进行的方法说不定就是一个协调式的民调，不是真的这样这样子真的去竞选，然后最后搞出一个民调出来所以现在农历年前就拍板一个候选人看起来是不太容易毕竟也剩下2个礼拜那对于川博来说大家可能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市长候选人了不了解，就是每一个市长候选人他在参选的时候他要花大概3个月的时间到每一区去了解每一区的状况跟市政，去拜会每一个里长毕竟你就算是像蒋万安或苏巧慧，你是有立委。当地这个城市的立委出来，你也只是有一个选区的立委你对其他的是完全不了解的所以你大概花3个月的时间。那时候万安就是提前3个月开始去每一区去一个一个见里长，听他们讲问题苏巧慧也在做这件事。那对于李四川来说为什么大家觉得他表现比较从从容容？因为他觉得我过去已经都做过这些事情了每一区新北市的每一区，乃至于每一个里的里长
可能他都是熟的，他都是了然于心的。他已经不只了解新北市，他甚至了解双北未来有哪一些要合作，卡到哪一些问题啊，包括河川的治理，包括交通的治理这一些的等等的啊。所以其实他如果参选的话，他可以节省3到4个月。包括里长的请益，包括市政问题的这一些盘点，所以我觉得这是他节省的时间。那剩下的就是跑行程，他可以马上上手。可是即便如此，坦白说，我们还是觉得起码新北市议员会希望赶快有一个人选。大家可能不敢想象，现在新北市议员处在一个很尴尬的状况，他们心里其实当然知道谁是目前民调最高的但是问题是。现任那个未来的母鸡跟现在的母鸡是不同人的情况之下，他就很难去说这个东顺，他很难表态为什么？因为这个刘和然他也要选，他也表态了。然后刘和然是现任的副市长，手上还是掌握了很多的行政资源，所以国民党的现任的议员们他们也不方便去说，我就是挺谁。Okay.讲了挺谁都不对的，挺刘和然，那万一未来出现的是李四川呢？讲李四川，那现在对现任的副市长一直都在帮你的副市长来说，这感情上也过不去哦。所以这个是现在国民党议员、新北市议员的尴尬。但对于台北市议员来说，我们同样也有焦虑哦。其实我今天也焦虑什么？我们少了一个副市长而且在未来最重要的选举年而且李四川对蒋万安来说是最重要的副市长，最重要的副市长没有之一，是唯一所以其实我们也一直在跟万安讲说，第一个，你的继任副市长想好了没？你没有3个月让你再去想了。大家如果应该记得，就是当时万安在找第3个副市长的时候，大概找了半年以上但你现在没有你现在大家想看4月开议然后距离他要请假参选，这中间大概只有6、7个月那中间还有备询的开议的时间。你的第3副市长如果没有出来的话，你在议会会一直被民进党议员质疑。还有，你如果一边选一边市政，然后你又少了一个副市长，那对于说你的市政的衔接会不会出问题？而且在未来最重要的选举年而且李四川对蒋万安来说是最重要的副市长，最重要的副市长没有之一，是唯一所以其实我们也一直在跟万安讲说，第一个，你的继任副市长想好了没？你没有3个月让你再去想了。大家如果应该记得，就是当时万安在找第3个副市长的时候，大概找了半年以上但你现在没有你现在大家想看4月开议然后距离他要请假参选，这中间大概只有6、7个月那中间还有备询的开议的时间。你的第3副市长如果没有出来的话，你在议会会一直被民进党议员质疑。还有，你如果一边选一边市政，然后你又少了一个副市长，那对于说你的市政的衔接会不会出问题？尤其走的是你最重要的一个副市长。好，那如果这样的话，就是未来选战看起来川博会影响不是只有新北，连赵淑慧讲，连台北都会有联动，像这样的一些效应。可是除了这个以外，任俊，美国跟伊朗算不算开战？打下无人机算不算开战？这个军事上面严格说起来，台湾也曾经有遇过类似的情况。台湾也曾经有过类似的情况，因为你要先证明无人机这件事情，它到底是属于军方所拥有，还是属于民间热心人士自己没事在那飞啊飞。详细事件呢，可以去查一下，当时在金门的时候就有谈论过这个了当然，因为现在对于这个美伊之间大家会觉得看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要严格来说啦，如果它是大型军事用途的这个无人机，当然会被视之为就是第一级。不过看起来击落无人机这件事情，大家算克制，算克制，因为 F-35C 去击落的。是啦，军用的见证者是啦，对啊，你们不要这样啦。伊朗算克制，这样可以了吧？OK， 伊朗算克制嘛，不能怎么办呢？他有去打 F-35吗？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要这样讲？就是说，现在对伊朗来讲美国除了展现muscle之外，上次我们礼拜一在这边谈论的时候讲的是什么？
伊朗说我要实弹演习，后面再下，2天之后，F-35说无人机把你 K 下来，那伊朗有说不行，你把我 K 下来，视同开战吗？到现在为止啊，其实没有。所以我回来看啊，就是说，伊朗现在有传出来讲说，是不是在核子武器的这件，因为美国一直对于伊朗是不是拥有核武的这件事情一直很有意见 ，OK， 觉得你发展核武，那有没有可能会说，按照这个传闻说，伊朗愿意接受替代方案，暂停所谓的核计划？这里面有一个啊，就是说它的浓缩铀的部分，如果你是来自于俄罗斯或什么，你是不是比照2015年的协议，将这个所谓浓缩铀运往俄国？运往俄罗斯，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说，白宫因为有说它的谈判会如期举行。因为现在传说这个美伊高层6号的时候伊斯坦堡要会面嘛，那如果如期举行的话，现在说川普坚持优先采取外交手段，所以 F-35可能不小心把飞弹打出去了，就这么巧 K 掉了一架无人机。但是呢，川普说优先采取外交手段，但要保留武力的选项。所以我觉得他没有让步了。那当然，对于伊朗来讲是不是他在这个阶段里面，虽然之前讲说，如果你动我核梅尼，就视同全面开战的状态，是不是也因为他自己内部的政权是有一些状况的是有一些状况，所以他把这个所谓的内部的示威定义为叫做政变。但是即使到目前为止，他有没有对于他这个所谓的政变里面采取更进一步、更激烈的方式？现在你可以看到说。很有可能为了让他的政权能够在内政的问题里面去作为解决，让何梅尼试图在核问题上面来让步，减缓外界的压力。看起来的话，那美伊之间到了一触即发，那问题就是那个走向到底会怎么走？它牵扯到了包括全球石油最重要荷姆斯海峡所有相关的这一些的重地，那未来会怎么样？大家会观察。那对国人来讲的话，蓝绿白之间在2026这场合纵连横未来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谢谢我们的妹，我们明天见，拜拜。